好，今日呢個環節咧叫做總需求、總供應。咁點解叫總呢？因為我哋中午咧就叫做宏觀經濟學，就成個國家去睇嘅。咁一個國家對最關心兩樣嘢咯。第一就係有冇通脹，所以我哋打直咧會擺物價水平嘅。第二個最關心咧就係個 GDP 啦，個產出啦，所以咧呢邊就會擺總產出咯。咁另外 ADA 即係 aggregate 總嘅意思，咁同個別產品嘅需求有咩唔同呢？就係話成個國家去睇嘅。咁成個國家嘅需求，即係話咧呢個國家嘅產出有啲咩人要呢？咁其實我哋 GDP 嗰課就學過啦，一啲家庭啦，廠商會買啦，政府會購買啦，外國人會買啦，就係呢啲四部分 C 加 I 加 G 加 X 減 M 咯。就構成我哋總需求嘅部分。好啦，跟住就係話 AD 總需求同我哋中四學過嘅個別商品需求有啲咩唔同呢？其實都係向下傾斜嘅。不過我哋中四就係話呢，有個叫需求定律啦嘛。但係去到中五呢，我哋就唔好用呢個解釋啦。咁考試都會問嘅，點解向下傾斜？我哋答案呢有三個解釋嘅。咁我都打晒俾大家啦，但係我建議咧記一個就夠噶啦。咁三個之中，我覺得第一個比較簡單啲咯。好啦，就係話物價水平跌，點解咧會買多咗總產出？咁中間就係加一個解釋啦，就係話物價水平跌咧，其實對消費者好事嚟噶，因為同樣嘅財富個購買力係咪上升咗啊？舉個例子，你揸住100蚊，如果啲嘢平一半，咁你嘅購買力係咪 double 咗啊？咁你自然會買多咗嘢咯。咁如果真係考試問到嘅話呢，咁已經攞咗啲3分噶啦。咁雖然近年就比較少出啲，但我哋都要待定一個解釋咯。咁跟住我哋就會討論啦。咁總需求咩時候會增加啦？同我哋中四學一樣，向出邊就係增加，向左邊就係減少啦。好啦，第二個部分啦。咁既然總需求係由呢4個部分組成，咁呢4個部分嘅改變呢，就即係暗示呢 AD 總需求線呢會褪出或者褪入咯。好啦，例如有咩因素會影響消費？通常就有啲稅啦。如果加咗稅，咁你嘅可支配收入即係用到嘅錢就會減少，咁消費咪自然會下降咯。好啦，利率都會影響消費㗎，例如加咗息，咁好多時有啲消費係要分期借錢嘅，咁加咗息你都會買少嘢咯。例如買車咁樣，加咗利率分期你就唔願意買車啦，消費下降。咁利率影響消費，亦都更加影響投資嘅，因為大部分嘅投資都要借錢㗎，一加息咧會嚴重影響投資會下降嘅。利得稅啦，亦都會影響投資啦，加咗利得稅，投資會減少啦。好啦，政府嘅支出，政府嘅買嘢同一啲政策有關啦，例如起高鐵咁樣個 G 嘅總需求入邊 G 嘅部分咪會增加咯。好啦，第4個部分係外國人嘅需求，咁受咩影響啊？例如匯率，例如我哋嘅貨幣匯率下跌，咁外國人咪覺得吸引，咪嚟我哋呢度買嘢咯，影響旅遊咯。例如外國經濟好嘅，咁咪嚟我哋本地消費咯。咁呢啲影響總需求嘅淨出口嘅部分。咁跟住我哋就睇下啲題目啦，例如17年嘅28題，同學或者暫停個畫面睇下自己識唔識做啊。好啦，總需求曲線左移，即係理解為咧總需求下降咁解。好啦 ，A 嘅答案指數上升咧，我哋話係沿住需求曲線喐嘅啫。呢個概念同我哋中四學過嘅需求一樣啊，純粹物價嘅上升咧，成條需求線係唔喐嘅，只不過係需求量嘅減少。咁即係要你區分係價格因素造成啊，定係價格以外因素導致成條需求曲線褪出或者褪入咯。好啦 ，B 嘅選項咧，公務員提高退休年齡，其實咧係影響供應嘅部分，總供應應該係增加咗嘅。
希望同學仲記得啦，所謂總需求嘅部分其實係消費、投資、政府同埋淨出口4個部分啫嘛。咁所以同學應該要識分呢，乜嘢影響需求因素，乜嘢影響係供應因素。咁總供應我哋之後嗰部分先講啦。好啦，第3部分就正確啦。內地遊客減少影響需求嘅邊個部分啊？好啦，我哋話會影響總需求入邊嘅淨出口部分會下降嘅，所以就符合咗啦。總需求減少。好啦，啲股市興旺，咁啲人內地人錢多咗，咁自然嚟玩啦，咁會買我哋嘅貨品啦，應該係總需求會上升，就唔係下降嘅，即係同 C 嘅選項調翻轉啦。咁我哋依家有總需求跌，所以正確答案應該係 C 咯。好啦，我哋睇多一題。好啦，我哋話免稅額下降呢樣唔係好嘢嚟嘅，即係話咧更加多人要交稅，冇得免稅啦。所以總需求入邊嘅消費會減少，總需求會下降。咁題目就婉轉啲，佢話要抵消翻總需求嘅影響，即係話以下邊個因素咧會令到總需求上升翻，就抵消翻呢個因素嘅影響。咁我哋話 A 咧係錯嘅，因為咧啲人儲錢更加唔使錢，咁總需求進一步下跌咯，所以係唔啱嘅。好啦 ，B 亦都唔啱嘅，物價水平仲記唔記得啦？係沿住總需求而喐啫嘛，總需求條線係唔會褪出褪入噶嘛，所以 B 亦都係唔啱嘅。好啦，至於 C 同 D 就比較麻煩啲，因為我希望咧就擺翻落呢個貨幣政策嗰度講嘅，點樣影響貨幣供應，刺激個利率而影響個經濟。咁簡單嚟講，政府出售債券，即係話抌啲債券出嚟，其實係抽走咗啲錢嘅，令到銀行冇錢，銀行冇錢咧，係要加息嘅。咁我哋或者喺之後嗰個貨幣政策會進一步先解釋咯。但係而家階段我哋淨係需要知道咧，其實利率上升咧係麻麻地嘅，因為咧會減低呢個消費同埋投資咯。而導致咧總需求都會跌，咁我哋依家要總需求升啦嘛，所以 C 都係唔啱嘅。好啦，最後一個因素，銀行儲備率下降，即係唔使 keep 咁多儲備，即係可以借多啲錢出去，咁導致咧銀行借多啲錢出去咧，佢就需要減息先借得出去嘅，咁所以咧利率係會下降咯。利率下降就好事啦，可以刺激咩啊？刺激消費啦，啲人借錢分期買嘢啦。好啦，刺激廠商嘅投資啦，所以咧總需求係會增加嘅，所以答案就係 D 啦。好，跟住去到總供應嘅部分，總供應比較麻煩啲，因為咧佢分開長期同短期嘅，咁所以考試嘅時候咧你要睇清楚個題目，究竟佢問緊長期定係短期。咁我哋先講短期先啦，短期嘅供應其實咧係同中四嘅供應一樣，一條向上傾斜嘅線咯，即係話物價水平同呢個國家嘅產出咧係成正比嘅，一個減少，另一個都會減少嘅。咁考試曾經都叫你解釋過點解會係一條向上傾斜嘅曲線咯。咁如果係中四嘅解釋就係話物價跌咗咧，咁公司係賺少咗錢噶嘛，所以要減產噶嘛。但係咧去到總供應咧，我哋會用翻呢啲解釋嘅。咁又係啦，我要求同學記一個就夠噶啦，因為咧考試睇翻啦，16年問過嘅，點解係向上傾斜3分？咁我揀一個嚟解釋啦，就係物價水平下降，短期留意短期，因為咧人工簽咗合約你唔可以減人工啊。咁呢個情況咧就叫工資黏性。喂，咁公司其實係蝕緊錢噶，賣出去貨品收唔翻咁多嘅價錢。咁會避免損失嘅方法咧，人工又唔可以減咧，咁唯有咧減產啦，咁樣解釋咯。咁就可以攞咗啲3分噶啦，已經。咁當然啦，呢個講緊短期啦，所以先至話咧人工簽咗合約唔可以減人工。
咁即係話暗示長期如果物價水平都係咁低嘅話咧，長期咧人工就會調整翻向下調整噶啦，咁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好啦，跟住就好似嗰啲中四嗰啲因素啦，供應點解會增加啦？向右邊褪即係增加啦，向左邊褪即係減少啦。咁通常同一啲成本有關嘅，或者一啲原料嘅價格咯。咁我哋先睇咗一啲 past paper 先啦。21年嘅題目，睇下同學識唔識做啦。好啦，希望同學睇得到個圖啦，向右邊褪咧，其實係供應增加嘅。咁無啦啦點解供應會增加咧？咁我哋睇睇下邊嘅選項啦。咁第一個應該係唔啱咯，成本上升咧，應該供應係減少唔係增加噶嘛，所以 A 應該係錯嘅。好啦， B 呢個選項應該都唔啱嘅，因為記唔記得物價水平上升單單呢個因素咧，個供應線係唔會喐嘅，只係沿着同一個供應線咁移動啫嘛，成條線係唔會褪嘅，純粹物價因素嘅影響。好啦， C 呢個因素亦都唔啱嘅，我哋之前學過咧，利率應該係影響總需求嘅。嚟多次，加咗息咧，消費會減啦，唔借錢消費啦。好啦，投資會下降啦，唔借錢投資啦。咁所以綜合嚟講咧，總需求會下跌，就唔係影響呢個所謂嘅短期總供應嘅。咁所以最後嘅答案應該係 D 啦。咁就話開頭有罷工，跟住回復正常運作，即係啲人做翻嘢，個供應咪增加咯。好啦，我哋睇多一題，短期總供應曲線左移即係減少。我諗我講過啦，物價水平成條線係唔喐嘅，只不過係沿住物價水平令到咧個生產量咧沿住同一條線去移動嘅啫，又唔係成條線喐嘅，所以 A 係一個錯嘅選項。好啦，跟住 B 呢個選項咧應該係影響 A、D 嘅。個投資啊、消費啊可能會波動啊嘛，即係發上發落，咁即係唔係一個供應嘅因素啦。好啦， C 呢個因素麻煩啲，出生率下降咧，其實都會影響總供應嘅。但我哋話係影響長期嘅總供應咯，長期啊同一啲生產力有關嘅。所以呢一課難嘅地方咧，一講總供應咧，其實又要分短期同長期咯。咁長期我哋之後會講咯。咁比較起嚟咧，其實 D 咧就更加係一個比較好嘅答案，因為講到明個成本上升啦嘛。我哋話個生產成本或者原料嘅價格咧，會比較影響短期嘅總供應嘅，所以比較 C 同 D 咧，我哋話咧 D 係一個更加熱切嘅答案，所以最後我哋揀咗 D 答案。好啦，跟住翻嚟啦，有總供應啦，短期總供應啦，總需求啦，於是乎我哋揾個均衡啦，所謂嘅均衡咧，其實即係講緊交叉個點啦，係由總需求同短期總供應組合而成嘅，就決定咗短期嘅物價水平啦，同埋短期嘅產出啦，咁即係交叉個點啦。咁我哋又睇下一啲題目啦，睇下同學識唔識做啦。咁呢部份難嘅地方咧，就一講供應咧，佢分 short run 即係短期啦，有時又會分 long run L 長期嘅。咁一拍埋就會好鬼亂啊！咁為咗唔令大家咁亂咧，咁我淨係 cut 咗 A 同 B 嘅啫。咁睇下同學暫時識唔識做先。好啦，首先訪港旅客大減，應該係總需求入邊嗰個淨出口下降啦。所以總需求會下跌啦。好啦，跟住僱員被迫放冇薪假期，咁呢個應該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啦，就會影響短期嘅供應。咁放假啦嘛，冇得生產啦嘛，咁供應咪會減少咯。好啦，總需求下降，短期總供應減少，所以答案應該係 B 咯。好啦，總供應總需求嘅最後一個環節就叫做長期總供應。長期總供應啦，睇翻個定義啦，就係充分就業嘅時候做出嘅產出，呢個產出咧就叫做潛在產出，
即係用盡晒所有人力資源啊、資本啊、天然資源啊，喺現有嘅生產技術底下做到嘅產出，我哋有個名就叫 YF，F 即係 full employment， 中文叫充分就業嘅情況底下做到嘅產出咧，就叫做潛在產出。咁我哋睇到咧，潛在產出咧，其實係受一啲比較長遠嘅因素啊，一個國家現有嘅資源有冇得增加，技術有冇得改善啊，咁先至可以向出邊褪嘅。例如生產技術改善咗，長遠嚟講咧，潛在產出先會增加嘅，就向出邊褪咯。咁我哋睇下 past paper 嘅例子點考。好啦，22年嘅題目，留意啊，呢個係我自己 highlight 題目冇嘅。咁你要自己分析翻咧，佢究竟係問緊長期啊，定係短期嘅總供應。咁你見到長期咧，所以咧你應該係畫呢條線嘅，原本嘅長期總供應啦，0咯，原本嘅潛在產出啦，用晒所有資源做到嘅嘢啦 ，YF 0啦。跟住你睇翻個題目啦，做一啲政策啦，發展水力發電啦，又改善一啲交通啦，灌溉防洪啦。我哋話咧，其實一個生產技術嘅改善，應該咧就會令到咧長期嘅總供應或者長期嘅潛在產出咧係會增加嘅。好啦，圖上面應該就係咁樣表達啦。LR 即係 long run 長期啦，AS 即係總供應啦。個文字解釋就係話一啲改善咗嘅基建係導致長期總供應潛在產出增加，但係留意呢題係8分，你淨係答一個因素咧，應該係攞唔足嘅。咁除咗長期總供應之外咧，我哋應該咧答埋總需求嘅因素。我哋話邀請一啲私人發展水力發電廠，應該係表示咧投資係增加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總需求咧亦都會上升咯。好啦，總需求上升圖形嘅表達 AD 線向右邊褪啦。咁所以你呢啲咁嘅措施咧，係同時影響長期嘅總供應，亦都影響總需求，咁就攞足晒啲8分啦。好啦，最後一個環節咧就叫做長期嘅均衡。咁我哋見到一個情況，應該就叫做三劍合。咩意思咧？即係話3條線咧都係喺一個相交點上邊。咁大家都喺同一個相交點咧，我哋就叫做長期嘅均衡啦。咁短期有冇可能唔喺同一個相交點咧？係有嘅，我哋睇睇下邊嘅情況。好啦，第一種情況就係話短期嘅均衡嘅產出咧係低過充分就業嘅。咁通常咩情況底下產出會低過充分就業啊？即係話而家其實係有失業嘅情況，產出係去唔到充分就業嘅情況。咁通常會有一啲比較經濟差嘅情況啦。經濟差咧，我哋通常觀察到一種現象嘅，就係通縮。例如香港嘅2003年啦，沙士嘅期間啦，經濟好差啦，咁你見到呢啲樓價、物價係咁跌，出現通縮嘅情況。通縮伴隨住經濟差嘅通常。所以如果短期產出低過充分就業嗰個距離咧，呢個名咧就叫做通縮差距啦。所以其實應該唔係咁難記嘅。嚟多次，經濟差嘅時候咧，通常有通縮，亦即係話個產出咧係低過充分就業或者有失業，所以呢個距離咧就叫通縮差距。咁相反啦，右邊嘅情況有冇可能短期嘅產出高過充分就業嘅產出啊？同我諗下有冇咁嘅可能？其實都有可能㗎喎。點解啊？因為充分就業嘅產出可能係講緊每個工人做8個鐘，但係如果夾硬要啲工人做12個鐘，或者原本已經退休嘅人都出埋嚟做嘢，咁理論上咧，短期嘅均衡產出咧可能係高過充分就業嗰個產出㗎喎。好啦，咩情況底下會有啲咁嘅情況啊？就係話個經濟過熱或者經濟大好嘅時候，有可能咧短期嘅產出咧係
高過充分就業嘅情況，即係人人返12個鐘咁樣咯。例如，好啦，而經濟過熱通常咧會伴隨一種情況咧，就係有通脹嘅，所以咧超出充分就業嗰個距離咧，我哋有個名就叫通脹差距，就係話而家經濟過熱做出嚟嘅短期產出係超過咗充分就業嗰個距離咧，就叫通脹差距。咁我哋話呢種情況咧唔會長遠嘅，我哋話咧市場咧慢慢會調整翻嘅。點樣調整咧？我哋先睇右手邊嘅調整先啦，就係話而家經濟過熱，短期嘅產出咧高過充分就業嘅情況，即係人人都加班，但係唔好忘記加班會導致成本上升嘅，咁通常加班可能要相計噶嘛。好啦，咁生產成本上升會影響短期總供應會點啊？減少咯。我哋話咧成本上升咧會導致短期總供應咧會減少翻，會去翻個長期均衡嘅，即係三劍合三條線相交嘅地方。咁同樣道理啦，去翻左手邊嘅情況，如果短期嘅產出低於充分就業，即係而家有失業咯，咁市場點樣長期調整啊？咁我哋話工資短期唔可以減啫，但係長期冇嘢做失業咧，啲工人咧死死地氣咧就要接受減人工啦。咁減人工嘅結果咧就會導致成本下降，成本下降會發生咩事啊？短期嘅總供應又會增加啦。嚟多次出現咗失業，工人咧長期嚟講咧會接受減人工，導致成本下降，短期總供應增加翻。最後咧會導致翻咧長期嘅均衡，即係三條線咧會去翻同一個交叉點嘅。總結嚟講，所謂嘅通縮差距同埋通脹差距咧，如果市場嘅自由調整咧係會透過短期嘅總供應增加或者減少咧，會去翻長期嘅均衡，即係三個交叉點嘅。好啦，我哋睇一睇 past paper 啦，23年第7題。好啦，就係問你咩叫通縮差距。好啦，通縮聽個名即係經濟差先有通縮噶嘛，咁即係而家短期嘅產出咧係偏低啦，即係話未到充分就業啦，充分就業咧應該係喺佢嘅右手邊，所以圖上邊咧長期總供應咧應該係喺佢右手邊，而短期嘅產出咧係低於充分就業，導致咧係有失業啦，有通縮嘅情況啦。嗰個距離咧就叫通縮差距啦。好啦，跟住 Part B 嘅部分，政府放寬入境旅客嘅隔離要求。咁呢個好事定壞事啊？應該好事喎，其實係刺激個總需求係嘛？嚟多次放寬入境旅客嘅隔離要求，即係其實係刺激出口服務嘅出口啦，多啲旅客嚟啦，咁所以咧總需求會增加。好啦，咁圖上面點樣畫啦？好啦，總需求增加。好啦，咁新嗰個短期嘅產出去到邊度啊？好啦，就係 Y1 啦。咁通縮差距有咩影響啊？通縮差距就係短期產出同充分就業產出嗰個差距。咁我哋睇到咧係縮短咗嘅。所以文字嘅部分就係收窄啦。咁就攞咗啲5分啦，圖文字嘅解釋。我哋睇多一題啦，就係話長期同埋短期總供應都一齊出嘅題目。長期均衡嘅意思就係話三劍合啦，即係話三條線咧都係同一個交叉點上面嘅。咁而家係由 E 去到落到 F。好啦，由 E 落到 F， 我哋睇到第一個轉變咧係總需求下跌咗嘅，先落到 F 啦，係咪？咁但係如果淨係總需求跌咧，應該淨係去到呢個相交點嘅啫。呢個只不過係叫做一個短期嘅均衡。但係我頭先講咗啦，長期嘅均衡係透過短期總供應嘅調節，令到去翻三個相交點噶嘛。所以我哋推論咧，第二個變化咧就係短期總供應增加，所以最後咧係令到咧三個交叉點咧係由 E 去到 F。好啦，睇睇 A 嘅選項，儲蓄
意欲上升。其實 A 應該係啱嘅，啲人想儲錢，即係唔使錢啦，消費下降，總需求係下降，符合咗第一個變化啦。好啦，再睇下 B 嘅選項。好啦，表面睇原料價格下降，生產成本下降，短期總供應咧應該係會增加嘅。好啦，即係嚟到呢點，但係如果冇任何嘅變化底下咧，佢最後都會市場調節㗎嘛，透過短期總供應，最後都係翻去三個同一個交叉點，應該都係去翻 E 點嘅啫，就唔會去到 F 點㗎，明唔明白啦？嚟多次，所有嘅長期均衡咧，最後係透過短期總供應嘅增加減少咧，去令到三個交叉點咧喺翻一齊嘅。咁所以單單 B 呢個因素咧係唔足以令到去到 F 嘅。好啦，第三個 C part， 希望同學睇得到啦，一啲培訓咧係其實影響一啲生產技術或者生產力嘅，所以應該係影響長期總供應。所以亦都係唔啱嘅。好啦， D part 就係儲備率下降，呢個我想留翻嗰個貨幣政策先講啦。咁但係儲備率下降咧，即係話咧唔使 keep 咁多儲備，咁銀行咧就可以借多啲錢出去。咁要借到錢出去嘅話咧，銀行係需要減息嘅。咁呢樣嘢就我哋學過啦，減息咧其實係刺激個總需求嘅。好啦，總需求係上升，但係圖上面咧總需求係下跌嘅，所以唔符合，所以最後嘅答案咧就係 A 啦。